蒙面财经，朋友们好。那之前呢，我有一期节目叫《一叶知秋：中国房地产渐入寒冬》。那在那期节目中呢，我跟大家分享了天津房价的下跌乃至北方整体房价的低迷。那这还没过去几天，河南呢又报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9月17号，河南省房地产大佬们开了一个闭门会。而在这个闭门会上呢，大佬们达成了一个非常强硬的共识那核心呢就是3个字：不降价。那9月17号这个闭门会呢，是河南省房地产业的商会召集的那这个商会呢，参会的一共有30来家房地产企业，那大部分呢都是河南省本土的龙头房企也有几家全国性的一线房企。那你像这个河南省排名前2位的这个河南建业集团还有河南正商集团，这都是河南本省的这个龙头房企的代表。那全国性的地产商呢，有万科在郑州的公司，还有碧桂园河南区域的总裁。那这30来家的龙头房企你不要小看，它基本上呢决定了河南商品房的一个供给。那就是参会的这30来家公司吧，合起来呢就占据了2019年河南省全省房地产销售额的 56.4% 的比例那其中这个前2名的这个建业集团和正商集团呢他们销售额在2019年分别达到了1017亿和510亿而且2家房企的销售额合计呢就占到了全省销售额的 16.9%。那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排名就是2020年河南省本土房企销售金额20强企业。那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1到8月，这个第1名的建业地产销售了396.2亿元。那第2名的正商集团销售了223亿第3名的康桥集团196亿。那后面呢基本都不到100亿而且越往后呢越小这个集中度这个是肉眼可见的这个前3名的集中度非常高如果是前20名呢集中度也很高。那这个呢会议呢本来是个闭门会但是这个商会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他还是很开心的就把这个大家达成的这个一致的共识给发表了。那这个共识呢就刚才说的是说降价促销，他认为呢对整个行业发展呢弊大于利所以呢号召大家带头不要降价。而且这个不降价还给了4点理由我给大家念一念，大家可以听一下。那第一个理由呢，他是说如果降价的话会使这个已经购房者的资产缩水可能导致呢部分人出现过激的维权行为比如说打砸售楼处这个不利于社会的稳定那第2个理由呢，他说是降价可能会造成房价的大起大落对金融业、建筑业、建材业、服务业等相关的行业都造成巨大的影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第3个理由呢，他说是可能会造成一大批的房企倒闭缺少资金和土地储备的中小型企业很难活下来一旦倒闭呢，会导致烂尾楼增加，资金链断裂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那第4个理由呢，他说是这个消费者普遍存在呢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即使降价呢，房企也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反正不管怎么说呢他给了4个理由这个4个理由呢都指向了这个降价就弊大于利所以大家最好呢都不要降价而且是一致行动不要降价。那在河南这个整个房价低迷的一个当下这个河南省的龙头企业们呢，他选择了搞这个相当于一个价格垄断带头不降价。那先不说这个违不违反反垄断法是否构成这个价格操纵行为，就光是这个策略呢能不能凑效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其实大小房地产商的利益呢，它是高度不一致的就是各家呢有各家的苦。那你像大房地产商，它资金比较雄厚又有银行的支持、当地政府的支持，对吧？它能扛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其他的中小房地产商呢就未必它如果为了求生存，那必然呢就要抢跑所以如果说不降价也是个死，降价也是个死但是如果降价万一能够出货能够清库存，那也许还有活的生机，对吧？那大家知道这个排名前2名河南省前2名的这个建业集团和正商集团它其实之所以不降价呢，也是因为19年它当时追了地王，买了很多地你像2019年5月24日，当时建业集团在开封这个以单价656万元每亩总价5.6亿元，这个楼面价3939元每平米的价格在开封新区拿了商住用地的地王那正商集团在2019年也有这个大量的拿地，所以说呢他们是如果一降价呢，可能就变成亏本的买卖了好，那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河南省
全省的整个房地产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先看这张图，就是河南房价的一个地图。那这个地图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河南呢这个房价排名前3的最高的是郑州市现在均价是13000，接下来第2名呢是洛阳洛阳已经这个破万了，原来还在1万以上，现在只有9900第3呢就是南阳。那大家知道河南是一个人口大省它是仅次于山东和广东的排名第3的人口大省山东和广东的人口都在1亿以上河南呢是不到1个亿，9400多万。那在河南省里面呢，人口最多的就是郑州和南阳人口基本都在1000万以上常住人口。那河南其实是当之无愧的一个人口大省，当然它也是人口流出的大省这个外来务工人员很多都来自于河南，对吧？各个省在这个沿海省份。那这是河南这个房价的一个概况可以看到，除了其实郑州、南阳和洛阳，其他房价基本都5-6千这个跟那个沿海的发达城市的3-4线城市是没法比的这个房价它是就是不算太高，对吧？那好，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18个城市就是有一个统计，就是中国房价行情网它对河南的18个城市的这个房价的8月份的涨跌幅进行了一个统计。那你可以看到，在这18个城市里面有13个城市这个8月份房价都是环比下跌的。那环比下跌最多的是这个，你像驻马店这个信阳还有平顶山环比都下降了5%多，甚至6%多这个比例不算小了。那同比呢还稍微好一点那环比上涨的也就只有5个城市所以大部分城市在8月份房价都是下跌的。那我们接着再看一下2个典型城市的代表一个是看一下这个洛阳洛阳3到8月份房价的一个走势。那3到8月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洛阳的房价呢是一路下行从104,471一路下行到8月份的9,943元每平米。那郑州呢就是更是下滑了从3月份的14,653下滑到现在的13,885整体来讲，这个房价其实大家从2个图可以看出来，就是从5月份房价进入一个拐点就开始下行一直到现在。那包括我们去看这个房价的这个关注这个房价人的数量和供给的这个比对你可以看到那个蓝线这个关注度是越来越下降然后这个供给呢是持平的，但是关注度的下降呢，说明也就是看房看的比较少，大家关注的比较少，那意味着这个9月份可能房价呢依然是下跌的。其实整个这个河南的这个房价的下跌包括我之前讲的天津的房价的下跌它都是整个这个北方城市包括广袤的这种3-4线城市房价下跌的一个缩影，对吧？然后这个河南省的这个房地产大佬们呢，寄希望于这种一致行动，对吧？统一不降价来这个维护市场的预期这个其实是比较难的。同时呢，我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其实他们呢应该多看一看他们的这个老乡这个河南老乡爱马仕大哥这个爱马仕大哥呢，作为登上天安门城楼的男人他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个人家在这个3月初的时候就定下来了就这个明确就是3个战略高增长、控规模、降负债。那核心呢就是通过销售的高增长来带动这个回款的高增长，从而呢大幅降低有息负债。那我们知道，在这个3月份疫情刚刚这个有所缓和的时候，这个恒大呢就开始搞了轰轰烈烈的7-5折的活动回笼资金。那这个可以说是觉悟非常高今年9月7号的时候，这个恒大呢又再次宣布这次呢就更狠了，全国的楼盘呢直接打7折而且呢明确要求冲刺这个金9银10，也就是9月和10月2个月要实现2000亿的销售额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目标了。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在2018年的时候，金9银10这个爱马仕大哥呢当时也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呢所有的项目全部打9折。那当年呢在2018年的9月和10月呢，金9银10它完成了1734亿的销售额，而且创造了单月销售903亿元的最高纪录到目前这个纪录还没有被打破掉我们看一下今年的金9银10怎么样。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恒大的觉悟很高这个大家知道现在国家层面画出了3条红线，对吧？这个房地产这个杠杆的3条红线，那这3条红线一出呢恒大的这个觉悟非常高，马上就开始打7折，开始抢夺现金流，顺带呢他还偿还了这个
年底啊到期的美元债务，就是9月17号的时候，中国恒大呢他发了一个公告，他说为了降低债务水平和融资成本，公司呢将提前偿还15.65亿的美元债啊，这个呢折合人民币是106亿元，而且这个偿债的规模呢创下了香港资本市场的新纪录啊。大家也知道现在人民币汇率啊比较好啊，这从3月份以后一路升值啊，升到这个6.75啊6.8这个水平，可以说是升值了很多。那恒大呢在这个时候选择偿还美元债啊，其实是比较划算的啊，可以用这个少量的就是更少的人民币啊偿还更多的美元。那可以降杠杆也降负债啊，同时也利用人民币的这个升值的走势，还是非常聪明的。好，这个呢是给大家分析的就是河南啊，讲了河南房地产大佬们的这一个一个非常让市场关注的一个决定啊，就是不降价。接着呢我们再说一下全国的房地产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也非常关键啊，因为这个呢给大家讲完以后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可能印证了我之前节目的就是房地产终极命运3部曲里面的结论啊。那这个结论呢我先不说啊，卖个关子，大家呢可以去这个3部曲中找这个结论。好，接着呢我们在中国经济的这个宏观面上啊，这个包括房地产整体的一个情况我们感受一下啊。看这个宏观大面的情况呢，是为了让大家了解就是我们这个经济结构啊究竟是什么样，哪一环呢比较脆弱，最终呢又有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好，我们在这个宏观面上呢几个数据之前啊，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就是上一期节目里面我讲到的一个重要的房地产数据啊。那这个数据呢就是2008年到2019年全国房地产商品房的这个销售面积和销售额。那我之前说过让大家记住一个数字啊，就是15万亿啊，就是2019年呢第一次突破了15万亿的销售额，对吧？那突破10万亿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16年，对吧？就是在当时涨价去库存政策以后啊，这个销售额一跃冲上了10万亿啊，结果没想到高了以后还有更高，对吧？到了2018到了2019啊，冲破了15万亿元的销售额。所以15万亿呢是一个非常值得铭记的数据啊，因为今年2020年呢看样子啊是要回撤了啊，这个2019年呢可能是中国房地产前无古人啊后无来者的一个销量高峰啊，或者是销售额的高峰。好，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最近截止到1到8月份中国经济宏观面的一些数据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拉动经济的3驾马车啊，看看到底哪个马车呢出了问题，对房地产呢又会构成怎样的影响。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口啊，进出口呢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进出口总额的这个恢复情况。你看从2月份当时这个还是负的 9.5 啊，一直到这个8月份以后呢啊，这个是累计增速啊，指的是1到8月份。那到1到8月份呢，基本已经恢复到负的 0.6 了，就是说基本呢跟去年持平啊，没有太大的受伤。那我们知道今年的出口呢，整体来讲啊，这个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货物贸易的出口啊，我们抢占了别的国家出口商很多份额啊，这个贸易呢赚了很多顺差。那再加上我们今年出国旅游啊，包括出国接受教育啊，出国买啊，这些都比往年啊有所减少，所以说整个节省下来的这个贸易顺差，节省下来的外汇储备比往年也就更多更好，所以说出口这一块呢是没有问题的啊，还是比较坚韧的。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投资啊，投资呢，我们从由强往弱看啊，由强往弱看，你就可以看出来啊，谁在谁的头顶上啊，谁可能压迫了谁。那最强的呢，就是房地产这个开发投资增速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增速呢，可以看到从这个2020年1到2月份啊，还是负的 16.3%。那在复工以后啊，迅速恢复啊，到了6月份呢，这个累计增速已经转正了啊，是第一个转正的这个经济数据啊，其他的像消费啊其他的投资数据啊，基本在6月份的时候还没有这个累计增速还没有转正，但是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它是一马当先啊，已经转正了。那到1到8月份的时候，它已经同比增长了 4.6% 啊，是所有经济数据里面最好的一个数据。那第二个呢，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那这块的投资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恢复的也非常快啊，从1到2月份还是负的 30.3%， 到了1到8月份的时候啊，已经恢复到负的 0.3% 了啊，基本呢跟去年已经快持平了啊，所以说这个数据呢也是不错的。
那么再看第3个数据啊，就是投资里面第3个数据啊，这个就比较弱了。这个是全国制造业同比投资的一个增速。你可以看到，从2020年1到2月负的31.5%啊，一直到现在呢依然是负的8.1%啊，就是这个同比的这个累计增速啊，说明它恢复的很缓慢，然后恢复的状况也不是很好。那制造业的投资呢，大家知道，尤其是民间制造业的投资，这些年呢一直都不是很兴旺，或者说不是很有动力啊。经常这个民间制造业的投资啊都是负的，或者说都是很不振的啊。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其实还是因为消费啊，还是因为终端的消费出了问题，终端的消费的不旺盛啊，直接的导致了制造业的投资啊也不旺盛，制造业的投资投下去以后，怕没有需求啊，所以企业家比较谨慎。好，最后呢，我们就看一下这个最弱的啊，也是最弱的、最羸弱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这个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啊。这个数据大家可以看到，在2020年的这个1到8月份到现在为止呢，还是负的8.6%啊。非但这个不可能全年比较难转正，而且呢，它还是一个大幅的负增长。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结构呢，你就会发现啊，这个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大幅下滑呢，恰好是印证了这个消费的孱弱啊，也就居民收入的这种乏力。因为没有旺盛的需求呢，所以制造业的投资恢复啊也不好，所以这两个是相关的啊，就是这个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这个负的8%和那个制造业负的8.1%的那个，它俩是比较吻合的啊。那整个的投资这块比较好的数据是哪儿呢？是房地产商和主导基建投资的政府部门啊，他们是比较有钱的。那老百姓的手里呢，可以说是最穷的。从这个省吃俭用，为了积累这个买房的首付啊，到现在大面积的城市啊，尤其是这个广袤的3、4线城市和北方城市开始出现这种房地产销售的走弱啊，可能这个呢也就正好反映了啊，这个老百姓这个省吃俭用啊，就是省吃俭用，他也费劲了啊，他也举债扛鼎，为国接盘，他也乏力了。那这一切呢，最终呢，其实指向了房地产终极命运3部曲里面所揭示的这种最终宿命。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啊，我们下期再见。